不在于你拿到了多烂的牌，不是你能烂到哪去呢？你知道最烂的牌是什么吗？就是你打着打着人没了，你不能打了，告诉你，喂，游戏结束了。那为啥？因为拍手不行了，他要做手术。昨天我在清华和郑玉煌教授做了一场夏令营活动，现场来了很多小朋友。我说同学们，过程重要还是结果重要？孩子们就想了半天。我说我告诉你们，其实肯定是过程重要，但是为什么过程重要？你们要明白，因为过程已经决定了结果。如果你的一生都在回答别人的期望你的那个样子，按照别人的意愿和比较去回答自己的人生，那么你注定没有办法给出自己答案。所以你得去回答自己，这件事是不是你想做的？你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做？它在你当下的生活中是不是最关键的一件事儿？它同时是不是社会客观发展规律中在蓬勃向上的事儿？你需要努力的去寻找这个交集。就是自我跟关系是不可分割的，自我跟世界本身就是合一的。对，举个例子来说，比如在清华、北大的本科生，还有很多特别厉害的大科学家，你问他们为什么做科研这么出色？为什么学生时代成绩这么出色？他们一定会回答两点：好奇心和热情，因为他们对这个事情感兴趣，他们感兴趣的这件事情又恰好是社会期待的，又恰好是客观世界中能让他们取得世俗意义上成功的重要品质。所以我觉得通过咱俩的对话，别人能认识到我的过程，要远比看到那些结果更重要，因为是先有了这些过程，才有那些结果。那结果其实是虚名，没有意义的，但是这个过程无比珍贵。结果也很重要的，对于很多人可能看到你的经历确实被鼓舞了。但是我说实话，我觉得最困难的地方不在于自己拿了一手烂牌，而在于脚踏实地、苦思冥想、努力奋斗、接纳自我、充满热情、保持好奇、早睡早起、坚持学习，太难了，几乎不可能。我周围见了很多人，就是我刚说的那几点都做到的人，无一例外，在客观世俗意义的标准上是极其优秀和成功的，在各自的领域都已经成为了超级佼佼者。没有拿到结果的人，无一例外，在这些方面都是没有特别做得好的，或者你一跟他提这件事情，他就受不了了，他觉得这是因为你自身有优势，你才站着说话不腰疼，老掉牙的道理。不在于你拿到了多烂的牌，不是你能烂到哪去呢？你知道最烂的牌是什么吗？就是你打着打着人没了，你不能打了，告诉你，喂，游戏结束了。那为啥？因为拍手不行了，他要做手术。我觉得对于99%的人来说，打牌这个事儿没问题吧？就是你正常生活没问题吧？你没有生命危险吧？这也是你经历了这么多次超常人能忍受的痛苦和身体上的、心理上的痛苦之后，其实告诉大家的一点点很小的真挚，对，就这么一句话、两句话的真挚。对，就是相信过程。这块是我的一个小办公室，大家可以看一看。我平常呢，大部分时间在这边办公，然后这块有一个椅子，是我一个比较特制的椅子，因为我坐的时间不能特别久，所以坐一会儿之后要躺下休息一下。你一直这样？对，我比较简单，我喜欢干净和简洁的感觉。所以我觉得，简单就是最高级的复杂。但其实简单是少即是多。其实最难的是少，就是你怎么做断舍离呢？因为我觉得每天我最重要要用的就是这把椅子，因为我要坐在上面去坐着和躺着。对。第二重要的就是这台电脑，因为要在上面办公查阅东西。然后还有这个充电器，还有那个坐垫儿，因为要加高我坐的高度。然后剩下的就没什么。你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吗？你的命运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？我觉得非常好，无比精彩。甚至我认为，如果让我重新选一次，有主动选择的能力，我依然会选择这样。因为我觉得啊，生命本身是一个美好的体验。如果大家都是去做这个旋转木马，那有一个机会能坐过山车，这个过山车会让你眩晕、呕吐、恶心、恐惧。但是你仍然在这个过程中体验到了旋转木马无法给你带来的快乐，而生命还有什么比这个快乐更重要的事情吗？我觉得没有。
而且你坐完过山车之后，还获得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能力或者优势，你可以给坐旋转木马的人讲述。你说那儿有一个过山车，你想不想去体验一下？然后你会发现，你是第一个坐过山车的人，但不会是最后一个人。无数坐在旋转木马上的人都想去体验过山车，这时候你的意义就出来了。这种过山车有可能是贫困、疾病、是虐待、对失去，对。但是大家在经历这种过山车的时候，都会说：大明，虽然你这么说，你是没选择，你有选择，你也会选旋转木马。但这个生命的还有一个好玩的地方，不就在于随机性吗？你其实没得选，所以如果你发现你在过山车上，你就好好坐过山车，享受它，体验它，好好的对待它。如果你在旋转木马上，也不必羡慕在过山车上的人，你就好好抓紧你的旋转木马，聆听木马带给你的悠闲、快乐、自在和温柔，也挺好。成为普通人的难度和成为伟人的难度是一样大的，甚至比成为伟人更难。因为什么叫普通人？就是你自洽嘛，你幸福吗？你愉悦吗？你感到这一天是值得的、快乐的、规律的、坦然的。我说实在点，伟人也做不到这一点。所有伟大伟人的追求，最后都是成为一个普通人。我理解的普通人啊，就是幸福的人。他是一个小生态，他在他的小生态里安然自得，这得多难呀！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了哈，但是我仍然觉得它很重要。你是如何走过人生的至暗时刻的？我可以非常简单的回答这个问题，因为在所有的至暗时刻中，我心中所存有的都是比较明确且坚定的希望，是那个希望在支撑我度过绝望。在每个阶段都不一样，比如说在我中学做那个手术的时候，从胸口到脚踝都固定了石膏，像木乃伊一样躺在床上180多天，不能翻身，不能动。那这个时候，我觉得我在重症监护室里，我觉得我的人生很失败，因为每一次手术没有让我变得更好，相反是看起来情况变得更糟糕，而且这样的事情是周而复始的，就是你受伤，然后你去手术，然后你康复，回到学校，你通过努力好不容易赶上了，然后你又受伤，然后你觉得这是一个周期性的循环。这个时候我会感觉，你是否能把这个循环打破呢？这循环之后还有啥？很难想象180天不动是什么样的感受。其实就是那个希望。我那天突然想到，我不能一直这么躺着，然后我觉得这个循环得被打破。我说咋打破呢？就我有3个愿望嘛，就是做一次手术，活得像常人一样久，出版一本书，在世界一流大学接受教育。其实我想到这3个事儿，前一天和后一天我都在重症监护室里，没有任何变化。但是我想到这3件事后一天，我突然觉得这样的忍受是有意义的，我可以朝这个事情更接近一点。当这个事情结束以后，我还有希望。对，你想过死吗？没有，从来没有过。没有，因为我觉得死亡是一种极其无能的表现，因为它代表着你终结了你的体验。这对一个就是我这样性格的人，就是擅长体验和可能性的人，我觉得是一个不可忍受的东西。但是谁能接受长时间的痛苦呢？没有人能接受，我可以说没有，所以我得给自己树立希望。传统的心理学基本上关注的是创伤部分，而积极心理学呢，它是强化人优势的部分，而去对负面的东西，不做过多的干预和处理，去找到一个更加美好的东西，对冲这件事情。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如果我一直沉迷于我自己为什么基因突变，为什么要经历9次骨折和11次手术，为什么要和别人不一样，为什么别人自由我不能，为什么别人要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我、评价我、揣测我，甚至在我取得成果之后依然质疑我的过程，那么我就永远无法去前进。但我从小到大关注的不是这个，我关注的是我能在现在哪些兴趣是让我真正激动的、兴奋的、愉悦的，觉得有意义的。我小的时候双手都骨折过，我每次最开心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？我觉得这次断的幸好不是右手，因为左手没啥用，
他不能翻书，不能写字，左手断了，这个右手还可以翻书写字。对我父母来讲，我骨折已经很让他们心疼了，因为每次做完手术都往外渗血，然后在重症监护室插着氧气。我说爸爸妈妈真好，因为再过1天，我就又能用右手翻书了。这真是一件极其幸运的事。这个事情让很多人困惑，说这个事情是天生的吗？为什么能这样？我感觉这里面有一些天生的因素，因为我就是一个极其乐观的人，乐观是刻在我的基因里的。但是我依然想把这个方法告诉大家，所以我认为人的生命力是在一个又一个希望中被扩大的，去寻找希望，来对冲自己的负面，对冲那些绝望。人生最大的困难和至暗时刻，不来自于至暗时刻本身，而在于你已经失去了光明的方向和终点，你眼里已经没有光和希望，只剩下黑色的东西。人总得有期待，人总得有欲望，人总得有激情。对，它不管是什么，你得找到它。当然，它一定是合法的、合理的、健康的。所以我们祝愿所有人都变成一个幸福的普通人。对。有一位老师曾经给我写过一段评语，我记忆犹新。他说，大明一开始是不幸的，因为他从出生开始就罹患了一种1/80000的罕见病。这样的罕见让他和大部分人都不一样，他经历的痛苦、快乐，还有那些手术，还有艰难的时刻，大部分人看起来就很疼，并且没有办法共情他。但从另一个角度，大明又是极其幸运的，因为他从来没有感受过大部分人的生活是怎样的，他没有走过路，没有体会过，在上课的时候会去分析，然后走到窗外去看一看外面的风景，没有体会过能够自由的去把一杯他想喝的水取到面前喝下去，所以他从来不知道自由的感觉是什么样。从这个角度，他永远只活在自己的一个空间内，这样的空间它是自在的、融洽的，并且在这样的空间里，他做到了很多看起来自由的人的事情，并且获得了属于他自己的自由。然后我看到这些之后，我感觉还是挺开心的吧。我觉得这位老师评价的非常对，就是我只是在一个自己认为的方式中一直在做我自己。我从小接受的第一是绝对不保护的，比如说我在上学的时候，我是推轮椅去的，就有很多老师和同学要看我，我妈妈就跟我讲，你要去回应他们的眼神，你要告诉他们，人类是由基因组成的，我们的外观表征只是我们用眼睛看到的东西，这是由基因的缺陷和异常导致的，而不是因为你和他们不一样。你的缺陷是大家都能用眼睛看见的，但是他们的缺陷你看不见，因为一个人的完整是精神世界的完整。我从小就知道这件事情。所以说，你可以活成一个榜样，你也可以活成一个真实、实实在在的人。对，我觉得这个生命目前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能够自立啊，因为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生命困难，原生家庭、人际关系、情绪、职业、亲子教育，各种各样的事情。所以我觉得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鼓起勇气，能够去勇敢的接纳和面对自己的问题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利他。如果我们恰好幸运的解决了自己的一部分问题，或者当我们发现在生活中已经取得了一些比别人更好的优势，那么希望我们能够帮助和我们曾经一样的人，为他们带来一些希望、方便和信心。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。祝你做一个幸福的普通人。对，是的。在访谈你之前，我说实话，就像刚才我们沟通，我会觉得有点难。对，你能理解这种难在于？我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吧。因为你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去看到我，同时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，让我与大部分人共情连接起来。